别听诗了。18个马桶，今夜刷不完，明儿你就是马桶里的死耗子。我刚才还送外卖呢，客户让把奶茶挂门把手上，怎么一睁眼就到横店了？横店数审，你是不是又偷吃泔水吃迷糊了？好消息，我没死；坏消息，像是换了个更累的班。少废话，女帝今晚要来查人，地扫干净，墙擦亮，马桶要亮的能照出你那张倒霉脸。女帝，真有女帝，那我能走逆袭路线了？能，逆着刀口撞过去，明早就能埋。陈家后人终于来了。谁在我脑子里开麦？管理员呢？踢出去！吾乃陈家祖师，传你望病识人的本事，望你悬壶济世，扶危济难。祖师爷，能不能先传我怎么辞职？别塞了，脑容量就这么大，再塞要蓝盘啦！陛下驾到！谁负责这里？不是哥们儿，你卖队友卖的太丝滑了吧？冷宫妃子突然勋爵，太医未到，你去看。我就是个刷马桶的。看不好看。陛下，刷马桶只是我的伪装，其实我从小就爱好医学。他这是瓜子嗑多了，浓茶灌多了，外加想刷点存在感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，说错话，说对涨工资，当然大概率也不涨。大胆奴才，本宫都快死了，你竟敢冒犯本宫！你看，中气挺足，骂人不喘，比我上个月催差评的客户还稳。你说他装病？也不能全说装，他确实不舒服，但主要原因是咸的，稍微还有眼的。你胡说！拿碗温水，加点盐，再弄碗绿豆汤来。好了，先帝被搁回去了。有点本事，但嘴太碎。拖下去，先打20大板。陛下，我这是治好了啊！朕知道，所以只打20。你就是昨晚冷宫那个显眼包？显眼包就显眼包，能不能给我配个软垫？我现在坐下都像登陆失败。哼，这哪是工牌，这是死亡倒计期啊！陛下说了，你有偏才，留在太医院听用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更适合回冷宫刷马桶？你想得美，冷宫现在都说你会请先帝回去，没人敢要你。我这算被原部门优化了？不好了，长公主被驸马府送回宫了，人都昏过去了。这种大活一般轮不到试用宫吧？陛下点名要你去。他点我干啥？我又不是菜单。去吧，年轻人，富贵险中求。我不要富贵，我只想求个全尸。慢点，我屁股还在重建家国呢。陛下，臣只是按家规管教妻子。长公主嫁入许家多年，未能替许家分忧，臣已经够宽容了。朕的姐姐，轮得到你管教？好家伙，古代版 PUA 培训优秀学员。你是何人？试用太医，随时可砍那种。看病。长公主没大碍，急火攻心，加上外伤。陈公子，你真的什么都看得出来吗？也就一般般吧。公主，你这伤是驸马自己弄的，故意嫁祸他人，对吧？所以是他自己身子弱，怪不得旁人。你先别急着甩锅，你也有病。你是脑子里装了祖传江湖，外加账本不干净导致的心虚型嘴硬。你天天说许家世代忠良，我看你家忠良可能掺水了。哼，一个低贱太医也敢污蔑许家，我许家3代功臣满门清贵。清是挺清的，国库都快被你们清空了。查，
陛下不可听信此人胡言。是不是胡言？把你今天送来的贡品抬上来看看呗。陛下龙体劳损，肝火上涌，需静养。静养？这些奏折自己会批？陈满仓，臣在。臣刚才是在检查门槛有没有安全隐患。你看。陛下，这本写了800字，总结下来就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昨天看见一朵云，觉得像祥瑞。这本更狠，写了10页，核心思想是他门口的狗最近不叫了，可能是天下太平。陛下，您这不是病，您这是被废话腌入味儿了。继续。臣建议从今天起，奏折分3类：有事说事，没事退下，废话罚俸。朝廷文书岂能如此粗鄙？那您写奏折的时候，能不能别把臣惶恐写30遍？您惶恐不惶恐我不知道，陛下看完是真上火。各位大人，陛下体恤大家，特意推出奏折减负新规，以后写奏折超过3页还没说正事，罚俸半月；写祥瑞废话，罚俸1月；写梦见祖宗夸陛下，罚俸2月。荒唐！臣等一片忠心，岂能用银钱衡量？这位大人，您昨天写了一本，说自家鱼塘里有条鱼长得像龙，建议陛下派人观赏。我派人看了，就是条胖鲤鱼，长得像嵌盾。还有这位写雪落无声，疑似天意。废话，雪要是落地会喊，那才是大事。从今天开始，奏折开头不许超过3句，重点写前面，建议写中间，拍马屁写最后。拍得好不加钱，拍得烂扣钱。照办。另外，谁再写臣死罪但又不真死的，一律算情绪诈骗。这出场前摇也太长了，等他走到中间，我午饭都消化了。这是国师玄虚子，陛下也要给3分薄面。陛下近日头疼，非凡病，乃天象示警。贫道夜观星辰，见紫微蒙尘，国运有缺，需修祈福高台，以镇山河。要多少银子？3万两，30万两。总不能300万两吧？那不是祈福高台，那是天庭首富。你是何人？敢扰天机？试用太医，兼职废话质检员。凡夫俗子，岂懂天道？我是不懂天道，但我懂报价。300万两修高台，您这是打算给神仙装地暖吗？陛下，若不修高台，3日之内必有灾兆。那要是没有呢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懂了，售后概不负责。你觉得如何？臣觉得先别修台，先查账。一般开口就要300万的人，不是神仙，是甲方噩梦。你会后悔的。我每天上班都后悔，不差这一件。师傅，陈满仓坏了咱们修高台的事儿。一个跳梁小丑，也敢挡本道财路？那怎么办？3日后，宫中必有神火，到时百官亲眼所见，女帝不修也得修。可神火从何而来？火油、硝粉、机关，凡人只看结果，不问来路。师傅高明，记住，天机不可泄露。那要是有人非要问呢？加钱。他真说加钱了。看见没？玄学尽头是收费。现在砍吗？别动不动就砍，咱们是文明人，先让他表演，表演完再拆台，节目效果才拉满。我能写进画本吗？可以，但给我写帅点。那可能属于虚构过度。今日贫道请天降神火，以正国运有缺。
你很闲。臣紧张，一紧张就想喝点养生的。待坐。这是酸雨天罚。国师，你这业务范围挺广啊，从神火改酸菜了。国师原本准备的参火在这儿，臣怕烧着大家，就顺手给他换成了陈醋。别说，品质不错，拌凉菜应该挺香。妖言惑众，你敢坏天机？这是何物？天庭指监员，他爬到谁面前，谁就是骗子。国师，别紧张，王八都比你敬业，至少他真爬了。查国师府。完了，这楼头要开打了。国师，甚火变酸菜，酸菜变刀子，你搁这套娃呢？国师，你早说想表演杂耍呀！趁火改酸菜算节目效果，掏刀子可就是刑事犯罪了。哥，你这出场动静比你昨天吃韭菜盒子还大。你昨天说查案要快要猛，要让人来不及藏。兄弟，你这吃相跟饿了3天的狗似的。纸条是纸做的，烧了不就完了吗？你吃它干啥？火爷爷，用完了。哦，你这届弟子不行，师傅搞诈骗，你们连烧纸都不会。好家伙，居师不搞玄学，搞金融了。民间集资，利滚利，3年翻5倍，这利息算的比我上辈子房贷道都专业。看不懂，没事儿，我请了外援。苏巧巧，开机了。这么多，所以才请你啊。我算术巅峰是算外卖满减，算完还亏3块。绝师3年敛财230万两，其中70%流向北京粮仓，走的都是假商号，经手人全是空壳。他一个跳大门的，搞什么边军供应链啊？因为他准备造反。那我现在去砍他。别急，他在天牢里喊天机不可泄露呢，让他在里头多喊2天。隔壁牢房刚好关了个卖假药的，俩人对喊能凑一出相声。陛下，您要气就骂出来，憋着容易长结节。你听懂养生？臣祖传的偏方多。230万两。够修几个高台？够修115个。国师那个报价300万，纯属把您当冤大头。哼，他既然想造反，朕就让他造。陛下，您这话听着不像要砍他，像要养他。他勾结边军靠的是钱，朕把边军的钱断了，他会怎样？他会急，急了就会动，动了就会露馅儿，露了就能一网打尽。你明天上朝，什么都不用说。那我干啥？站着，活着，别死。臣尽量，但如果有人打臣，臣能跑吗？能。跑完再回来继续战。哎，行吧，宫位守住了。国师，你府上查出的银两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贫道乃为国运储财，以备不测。储到边军粮康去了。天象示警，边关恐有战事，贫道提前布防。陛下，国师忠心可见，这些银两定有说法。是啊，是啊，国师向来为国为民。
各位大人，你们说国师为国为民，那我问你们，国师每年收的香火钱报过税吗？国师修高台报价300万，但全城的砖头加起来才20万，剩下280，您打算用在哪儿？给神仙买豪宅？你懂什么天道？我不懂天道，但我懂物价。你那个高台要是真修起来，天兵天天来了都得先看报价单儿。传朕旨意，国师府资产全部充公。从今日起，国师府一切法事需经户部审批，报价不得高于市价。陛下，这是亵渎神明！没事儿，神明要是追究，让他们来找我，我请他们喝绿豆汤。哥，你别这样瞪我，我工牌上写着一错即斩呢，我这属于自带死刑的正式工。退朝！天机不可泄露，泄露了也赔不起，别喊了。这旗子哪儿定制的？字体比我家楼下烤串店的招牌还浮夸。听说这次来的是北荒的3绝使团。哪3绝？文绝、武绝、医绝。那咱们这边有绝的吗？铁山、砍人绝，你嘴绝，我八卦绝。咱们仨凑一桌斗地主吧。北荒使臣完颜贺奉王命前来与贵国切磋苑3计。打3场输了割5成，这赔率比赌场还黑。北荒这是来谈判的还是来开赌局的？那怎么办？朝堂上没人敢接。女帝怎么说？他说让你上。我不是太医吗？我跨界跨这么大，不怕我闪了腰？陛下说了，跨界死不了，抗旨才会死。祖师爷，你传我偏方的时候，怎么没传我打架的？祖宗只传医术，不传武术。那文斗呢？祖宗也没读过书。行吧，我全靠自己了。你行吗？我行不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能怂。我怂了，女帝砍我。那如果你输了，女帝砍你，我帮你挡一刀。哥，你这话暖是暖，但听着更像我的遗言。久闻中中文采斐然，在下不才，出一上联，请阁下对下联。您请。山高水远，人难至。对不上来也无妨。钱少事多，狗都死。阁下这对中，对战不对仗不重要，意思到位就行。你们山高水远来碰瓷，我们这边钱少事多，连狗都想辞职，这不是很工整吗？这算什么对联？你要不喜欢，我再给你对个别的。请。路远马亡，你打车。好梗好梗，今晚画报加更一张。他们脸都绿了，没事儿，回头绿豆汤分他们一碗，补补色。谁来？先别上，看他脚底下。他不喘气，不是正常人。这鼎底有暗口机关，是空心家丁，这也行？北荒搞诈骗比国师还专业。别砍，只碰顶。不砍人，只碰顶，碰完他就破防。这局我们认输。顶不结实，心意收到了。此乃我北荒圣草断肠草，天下剧毒，无药可解。
断肠草，战至即死。这不是断肠草。胡说！这是腌咸菜坛子边上长的梅叶子，学名叫老坛酸菜毛梅。我们那边叫泡菜长毛了，泡开就是酸萝卜味儿。你们北荒三绝，文斗靠硬凑，武斗靠道具，医斗靠长毛菜叶子。你们这趟是来切磋的，还是来表演幽默的？够了！阁下，第3局算谁赢？你们赢。北荒使团按约称臣。国师别来无恙，你怎么还活着？许家虽没了爵位，钱还在，买通3个御夫。你造反，我翻案，各取所需。这里找茬了，上去预装小山的。我说我是路过，你们信吗？杀了他！铁山，有人越狱了，他们还要杀我，加班费必须加倍，不加倍我就写进话本里。陛下，国师越狱了，许过龙接头3天后围攻。他们约了什么时间？3天后。很好。好，陛下，他们要围攻造反，这还好。他们动，朕才能一网打尽。所以您早就料到他们会勾搭在一起。陈满仓，朕需要你做一件事。您说。3天后你散布一个消息，就说朕真的病重了。假的吧？假的。那我散布假消息说您病重，他们信了带人来打，咱们埋伏，这招叫什么？钓鱼。消息我都散出去了，全城茶馆酒肆都在传，女帝病重，太医束手无策。传播速度怎么样？比我家话本卖的还快。那就好，现在就看鱼儿上不上钩了。陛下在寝殿，灯还亮着，御医进进出出。围寝殿。中计了。陛下说，一个都别放走。许驸马、国师，晚上好。我特意多煮了一锅汤，要不要来一碗解毒的？你我什么我？我是侍用太医，随时可砍那种。但今天不用砍，你们自己走进来了。驸马也在。各位乡亲，今天大会的主要内容有3项。第1项，国师玄虚子诈骗民间钱财230万两，外加私藏兵器，勾结边军，试图造反，证据确凿。第2项，前驸马许观澜家族侵吞军饷，假账成堆，入宫造反，证据比他家账本还厚。以上念完了。第3项，北荒使团文斗靠硬凑，武斗靠道具造假，医斗靠泡菜照毛。但北荒王已经递了降书，称臣纳贡，所以完颜石这趟属于白来。国师玄虚子抄家充公，流放北境；前驸马许荒夺爵流放，按约称臣。你要开医馆？对，连锁的那种，平价亲民，偏方为主，绿豆汤无限续。朕封你为安民侯。啥？
行吧，打工人的命，穿不穿越都逃不掉。侯爷，陛下，请您进宫。哎呀，我才歇了半个时辰。给我端碗绿豆汤，冰的。侯爷，陛下说他也要一碗。2碗，多加糖。